你让我们怎么作为啊？别降什么3级了，我辞职，我不干了，行吗？好啊，我代表光明区43万老百姓谢谢你。你应该退党。李大康，我等着你开除我的党籍。爆了爆了，真的爆了！大家好啊，我是志清，今天来点大家不怎么想看的东西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今天的话题略显沉重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耐心看完。相信你们看到视频开场这一大段话，能感受到我溢出屏幕的委屈与愤怒。没错，这是我发在小米员工工作群里的一段话，眼看就要闹到离职的程度了，而我9月10号才入的职。9月底开通的灵秀通账号正式接待顾客。这段话是国庆结束第1天10月8号发的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国庆短短这7天就闹到要离职的局面呢？且听我说一下前因后果。我们的工资是每月10号开支，由于我们是小米合作商的员工，跟香肠侧签的合同，所以也从香肠侧领工资。而销售的工资肯定是要跟业绩挂钩的。每个月10号之前的几天便是统计业绩的时间。由于我现在是首月试用期，有保底工资，按1天110算，就算业绩超标也没有提成，业绩不够也不会少发。总之就是死工资，上1天就有1天的钱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在10月8号这一天中午，我刚买完午饭。你们想想，一个忙了一上午的牛马，吃着午餐唱着歌，突然就在群里被艾特了。艾特我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香肠侧的新店长。这里给不知道的小伙伴讲一下，前几期我提到过，我们门店正常是有2个店长的，小米侧和香肠侧各一个，但此时其实是有3个店长。为了区别开，我们把小米侧的店长叫做 A 店长，我们店香肠侧店长叫做 B 店长，而 B 店长马上调到别的岗位工作。于是由群里艾特我的这个 C 店长接任。C 店长原来只管1个门店，现在商场3家小米全归他管理，相当于升职了。而这件事就发生在 B、C 店长交接的期间。C 店长艾特我的理由是统计业绩时发现我国庆期间的销售额是0蛋，这用皮燕子想都知道不对劲。整个国庆期间我天天高强度上班，怎么可能什么东西都没卖呢？这就不得不提我们门店的支付方式了。趁这个机会也给大家讲一下小米的销售流程。顾客在我们店里购买商品后，第一步是先开箱验货，没问题的话就进行第2步 POS 机收款，然后第3步用小米灵秀通扫描商品的 SM 码出库。到这里交易的部分就完成了，顾客就可以拿着商品离开了。可问题就出在第2步上， POS 机收的款不会直接入账，于是就衍生出了第4步。每天快下班的时候，需要在电脑上手动操作一个 ERP 系统，把今天所有人卖的东西、串码、金额等信息录入进去，这叫入库。然后是谁卖的东西就自己再出库，入库金额与小米灵秀通一致，出库金额与 POS 机收款金额一致，这样一进一出就有了流水账目，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业绩。而就是如此重要的一步，我入职快1个月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过我，这也导致了我的业绩在系统上显示始终是0。所以当时被艾特的我是一脸懵逼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如果这个时候 C 店长能正常了解情况，解决问题，可能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。但没有，可是他直接在员工群里开始阴阳怪气。我看到这条消息，他就站起来了，很快啊，把我小米灵秀通里的销售截图发了出来，向领导证明我并没有偷懒。这时我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，结果发出的截图并没有得到 C 店长的肯定，依旧叫我调整。可是调整什么？怎么调整？没有人告诉我。整个国庆我都在兢兢业业的上班，每天都是像上一个视频那样的全天班，一天从早到晚10几个小时，排班是 B 店长排的，其他店员包括他自己中间都有1、2天的休假，唯独给我排了个满勤，整整7天。而给我的理由是新人要多学习，趁着国庆人多好练习，我也不好拒绝。可这已经有点职场压迫了，我试用期拿的是死工资，每天正常上8小时就够了，就因为国庆多上好几个小时，也没有额外的工资，这谁会情愿了？但我还是坚持挺过了国庆。你可能会好奇，我明明卖了1万多的货，那销售额去哪了？ ERP 系统没我的账号，当然是被另2个店员同事平分了，他们的1万7和9万里就有我业绩的一部分，他们的业绩是9月10号到国庆结束，最后还要刨除掉从我这拿走的业绩，而我的业绩就是国庆这7天的，
所以我觉得我一个新人做到这样已经很卖力了。但我迎来的不是鼓励，而是指责。这2个店员同事在做账时只把我的业绩拿走了，却没告诉我需要做账的事。人家也有理由说的。人家也只是小店员，培训这种事情要领导来做嘛。万一教错了或者教的不好，还要怪到人家头上。再看小米册的 A 店长，人家也有理由说的。人家不在商场侧领工资，连系统都不会，怎么教你嘛？然后是 B 店长，人家也有理由说的。人家马上就要调走了，你新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管你这那的。最后就是 C 店长了。我知道新官上任3把火，可为什么偏偏烧的就是我？难道觉得我是新人好欺负吗？他国庆期间还没接管我们店，也不知道具体情况。明明他可以先去找 A、B2个店长询问，也可以加我微信私下问我，为什么一上来就在大群里对我公开处刑，让我难堪，感觉就像李达康开直播刁难孙连成一样。今天在座的各位有些不是太熟悉啊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就是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，请大家回头看一眼。这位同志最大的特点，喜欢看星星。孙连成不办事是因为李达康不给经费，而我业绩零蛋是因为没人给我开通账号，也没人告诉过我。但我该办的事除了这个一样没少办。其实整个事件总结就一句话，我干的最多，知道的最少，反而背上了所有过错。所以在我得知真相时，一股无名火瞬间冒了上来，也就有了视频开头我在工作群里激情输出的一幕。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老请我直接化身不吃压力之人，效果也是相当的拔群。午休结束 ，A、B、C 3个店长同时来我们店里讨论这件事，最后也是有了结论，这确实是他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。B 店长负责加急给我开通系统账号 ，C 店长教我如何操作。他说他在群里着急也是因为怕领导看到我的业绩是0，试用期通不过把我辞退，而我本人也的确性情了一次。既然大家都认识到了错误，也都有所反思，那么这件事就全当一场误会过去了。我们彼此也互相道了歉，完成了世纪大和解。经历过这次的事情后， C 店长也是顺理成章地接管了我们店，我也继续在店里兢兢业业当牛马店员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次的爆发让他改观了，他之前对我的看法一直是很腼腆的孩子，没想到也会有这种反差。后来直到我离职，C 店长以及 A 店长都对我比较照顾和认可，像我每天用指纹打卡机经常打不上卡，跟他反馈过后，他专门去帮我改成了密码打卡，解决了我一个大麻烦，还是很暖心的。后面熟悉之后，仔细想想 ，C 店长一个人要管3家店，要关照到店里的方方面面以及每个员工，虽说是升职了，但也很不容易的。所以这就是职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。日常的相处中难免会有摩擦矛盾，但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应该是积极沟通，积极解决问题。只有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，才能一起进步。这次的事情我原以为是职场霸凌，但其实是误会而已。不过当我们打工人真的遇到职场霸凌的时候，我还是建议大家要勇敢地站出来。如果忍气吞声只会助长他人的嚣张气焰。最后我想说，人生的路还很长，我们可能会换很多工作，去很多地方，遇到很多不同的人。人际关系这门课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必修课，我们不能逃避。子曰：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不论年龄大小，也不论职位高低，我相信只要我们拿出真诚的态度，终将收获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就算不能成为朋友，也好过成为站在对立面的敌人。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既不要主动惹事，但真遇到了也绝不要怕事。以上就是整个事件的全部内容了。大家在工作或生活当中有没有和他人发生争执的情况的，可以分享在评论区里友好交流一下。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 UP 一个点赞、关注和收藏。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，我会继续分享真实工作日常。我们下期再见。